房屋的建造在持续进行中。又到了越南过年的时节，熊哥又有新的技能被发现。如此完美的男人，不但能发家致富，还懂得关心爱护家人。两头野猪幼崽为了争夺乳汁发生了争斗，最后又把奶延欢独自一人打造的全新住所，现在也已初具雏形。一顿丰盛的荒野美食，就是对自己最好的犒赏。新一天的来临，熊哥已全身心投入到建房的工作中，地基已经完全干燥巩固，拆掉原先用于辅助的木板，接下来就是进行墙体的搭建，推出独轮车，铲放上满满登登的细沙，要先制作水泥，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工作。当然，水泥的调制配比与混凝土有所区别，3车沙子1袋水泥才是最准确的比例，一点点相互混合才可将其最终完成。开工之前，还要将砖头放入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，一切准备就绪。铲上水泥，优先进行拐角的固定，才是打造完全垂直墙壁的精髓。熊哥每一步动作看上去都很专业，他貌似是个无所不能的男人。老黄牛在吃着牧草，农庄中的猪群也在悠哉享受着自由的时光。而此时，熊哥已将砖垒建出了2层，并且还在旁边额外搭建出一处独立的空间，这是将来自己做饭的地方。虽然面积不大，但是已足够自己使用，并且还能节省建筑材料。新房的雏形已经确定，还需要对地基进行再次加固。很多老铁都说熊哥没有挖坑打造地基，这样的房子肯定不会坚固。其实熊哥是换了一种巩固的思维，虽然看似没有太大的实际作用，将周边的泥土全都铲入小推车，然后倒入房屋的中间，这样便可将地基深埋，并且在这雨林之中，屋内的地面高出4周，也能保证室内不会存有积水。等到一切完工，农庄的天空已逐渐昏暗，熊哥要留有时间来喂养牲畜。随着新一天的到来，将鸡群和猪群彻底喂饱，自己才可以继续新房的搭建工作。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混合相处，野猪群已没有了当初的好斗，彼此之间也相对和谐了许多。再次来到工地，今天熊哥要将墙壁垒建出足够的高度，一铲子一铲子的水泥，一块砖一块砖的敲击，横平竖直的墙壁已接近半人之高。甩一甩秀发，熊哥自己看上去也很满意。一整天的时间搭建出这样的2面墙，这样的进度还算是可以了。第3天，天空乌云密布，这给熊哥在搭建工作时带来了舒适的微风。先将剩余的2面墙追赶上进度，虽然部分砖块看上去并不水平，但是每块砖之间的水泥分量足以弥补可能会存在的隐患。随着进度的推进，用于搭建的红砖已经所剩无几。再次检测一下墙体的垂直度，利用悬挂的绳索可以保证测量的精确。当然，在不停的搭建中，熊哥也会寻找一些节省力气的方法，用一个袋子铺在小推车上，这样运送水泥会轻松许多。然而，快用完了的砖头必须要在今天进行补充了。现在自己有了足够的积蓄，前段时间售卖的10吨木薯可以支撑自己购买到更多的建筑材料，但是由于运输大哥的疏忽，这一车砖头数量超重了，即使是单缸柴油机也无法征服这带有坡度的崎岖山路，必须要先卸除掉一部分。熊哥也是跟着忙前又忙后，然而第一次尝试还是没能让拖拉机驶出土坑，他彻底陷了进去，只剩下最后一个办法。熊哥找来了一根粗壮的树干，将一端削尖，倾斜插入地面，将缆绳固定，终于爬出来了。果然，在这荒野中搭建住房还是太难了，平常不是问题的问题，在这里可能都是最大的问题。材料已备齐，新房的搭建也到了较关键的一步。之前从废弃模板中寻找出来的2手门窗，熊哥要对其进行改造，并安装到自己的房屋上，将4周多余的部分敲掉，太过凸起的4角边柱也要全部去除。然而此时农庄发生了奶嘴争夺战，2只野猪幼崽起了争斗，幸好最后是把奶盐欢收场，否则熊哥这个老父亲还要抽出时间进行调节，测量好窗户的尺寸，用毛竹进行支撑，保证完全垂直的角度，随后再用砖头进行固定。转眼时间已至第4日的清晨，今天熊哥决定要休养一下生息，并且时间也已快至新年，做上一顿美食，犒赏一下自己也是理所当然。清洗一下磨盘，将泡发过的糯米全部打成糯米粉，拿出白糖做上一顿荒野元宵，既能给自己的身体补充能量，还能提前庆祝一下新年的到来。熊哥另一项技能再次被发掘，半个小时持续揉搓，甘甜的山泉已烧开，一点点的下入，待到元宵完全浮起后，再等待5分钟即可出锅。当然，对于美食的把控，熊哥的技术还远不止如此。宰杀一头小野猪，全部切成肉片，小葱切末，西红柿切断，酸甜可口的红烧乳猪肉就是犒赏自己的第2道美食。然而有了猪，又怎么能少了鸡呢？毕竟全都是自己饲养的，吃起来还是非常的方便。将整只鸡夹在竹签上，刷上酱汁，持续半个小时的炭火烘烤，鸡肉的香味就已充斥了周边。撕扯下大腿，来上一点蘸酱，大口的撕咬。只有这样的荒野美食，才能彻底缓解这段时间的疲劳。当然，享受美食的同时，自己的产业也能尽收眼底，这才是真正梦想中的生活。野猪群的规模已正式形成，好几头小家伙都接近成年。再次迎来好消息，
唯一一头黑猪妈妈再次发情。不久以后，农庄畜牧养殖会更加的壮大。新一天的来临，熊哥采购的建房材料再次送到，依然还是那位运输大哥，依然还是那辆爬坡专用的单缸拖拉机，只不过此次运输的是熊哥为新房子所采购的屋顶。他们目前是市面上最好的材料，波纹铁片，将上次丢下的砖头带上一些，这样可以节省熊哥很多精力与时间。拖拉机行走的速度非常缓慢，熊哥会一直跟在身后，防止砖头因为颠簸而掉落。短短的路程，硬生生走了接近半个小时，终于到了。熊哥赶紧将毛竹分段，前后摆放搭建处，用于安放新购买回来的材料。这并不是普通的波纹铁皮，它的一侧被厚厚的泡沫包裹，用它打造出的屋顶会起到夏季隔热、冬季保温的作用。长长的不锈钢结构摆放在屋后，因为暂时还用不到，所以摆放在这里，才不会妨碍自己继续施工。而对于砖头来说，熊哥则选择直接将其扔进屋内，这样也就节省了自己2次运输的时间。当然还有一同运输过来的水泥和细沙，经过此次的补给，应该十分充足了。牛宝宝在斜坡的上方边吃边看，大鹅在分食刚刚捕获到的西鱼，而山坡下一只刚成年的母鸡正在经历它必经的过程。只有经过鸡王尖嘴的洗礼，才会在今后彻底臣服。而它在今天以后，正式成为公鸡300多只后宫的一员。将细沙卸下，还是堆放在原先的位置。现在所有的材料都已补充完全，不过熊哥还需要用摩托车去把丢弃在路边的红砖运回。曾经用于运输蔬菜的木箱派上了用场，然而间隔与砖头堆放点的这段斜坡还是太过于陡峭，为了尽量节省一些汽油，熊哥不得不用双手将所有的砖块搬运到这里。幸好剩下的数量并不多，仅仅只用了1次来回，就已尽数取完。随着太阳再次照射进山林，熊哥再次开启了全新一天的工作。搅拌好水泥，前几天搭建好的墙壁已经完全干燥并凝固。熊哥要利用今天一整天的时间，将墙面再次垒高。砖头前方用于标尺水平的横拉线依然必不可少，它会随着墙壁的逐渐增高继续上移。可能再来上几天的时间，房屋主体部分就会堆砌完毕。毕竟只是自己住，15平方的空间已经足够一整天持续劳作。4面墙的高度都已到达了自己的胸口。此时的太阳已慢慢躲进了大山的怀抱，而熊哥也该留点时间来喂养农庄中的牲畜。新一天的来临，今天熊哥将会停下新房的搭建。连续多天的忙碌，农庄中的牲畜都缺少了很多的照顾，所以他会额外抽出1天来进行专门的精心饲养，先让鸡群吃饱，这样他们就可以利用一整天的时间去周边的森林探险了。今天的阳光很温暖，熊哥将关在一起的少年7猪群放了出来，还有这头农庄中唯一一头成年雄性野猪。整个农庄传宗接代的重任全都是他担负，脖梗上的鬃毛已让他展现出了威武的雄姿。他被熊哥喂养得很好，近段时间的体重也着实增加了不少。这不才刚刚将其放出，他就缠上了黑猪妈妈不放。当然这也不能怪他，毕竟黑猪妈妈又到了发情期，他已嗅出了气味。然而黑猪看上去心情并不太好，不过身为唯一的成年雄性，得手也只是多尝试几次而已。而这将会意味着什么，相信各位老铁应该会比我更加清楚。又到了喂食的时间，熊哥将猪食槽分开摆放，所有的猪群都貌似听到了召唤，它们全都聚集了过来。熬煮好的玉米糊太过浓稠，加上1桶山泉，这样的稀疏程度刚好足够这20多头野猪吃饱，并且更加有利于消化和营养的吸收。随着每个猪食槽都被灌满食物，野猪群也被分割开来。虽然偶尔还会有抢食的情况存在，但并不会爆发战争，并且所有少年期野猪都可以进行正常的进食，圆滚滚的身体也足以说明每一顿都可以让这些小家伙吃得很饱。当然了，吃饱了没事干就容易显得蛋疼，这不一只少年期的小公猪和体型较大的小母猪就杠上了，非要用脑瓜子比划一下。然而体型的悬殊还是让他败下阵来，猪群都已全部喂饱了，老黄牛当然也不可能落下。熊哥将它牵出牛棚，鲜嫩的香蕉叶会是它今天的主食，顺带再搁上一些绿色的藤蔓植物，它们的口感和红薯叶相似。毕竟是单独抽出的一天，吃饱了的猪群又怎么能缺少餐后的水果呢？整整1麻袋，外加一些完全成熟了的香蕉。看着熊哥缓缓地走来，猪群再次闻到了食物的味道。所有的小家伙们都吃得很欢，而这些也会给他们正在发育的身体提供到一些必要的营养。如今农庄的野猪养殖已经形成规模了，如果想要继续扩大养殖的范围，可能现在这一片地方就不太适合了。也不知道以后熊哥会不会继续扩大农场的面积，又或者是大批量的将野猪卖掉。所有的一切都将会在后续的剧情中持续展现，就让我们一起期待吧。一个人建造房屋实在是太慢，聘用的小工动作麻利专业对口，全新住房的墙壁建设已无限接近尾声。新一天的到来，熊哥按照正常的节奏开始喂食农庄中的牲畜。虽然近段时间自己总是很忙，但是所有牲畜的照顾也依然是尽心又尽力。再次回到工地，今天熊哥要将门框进行固定，先拔掉原先带有的长钉，尽量将其敲直，还可以进行2次利用。
毕竟这么长的钉子，先前并没有储备。竖起门框，重新标注出铁钉夯入的位置，因为自己也打算利用它，将门框进行重新固定。精确的位置调整，必须要保证完全的直立。经过上下左右描线后，熊哥才可以进行接下去的操作。先将水泥搅拌开，让其自然吸收水分。等待的时间，则可以对不锈钢的尺寸进行裁剪。这是熊哥打造床铺的材料。测量好房屋的前后宽度，按照对应的尺寸平均截取4端，直接将其横跨在墙壁上。平行的4根足以打造承重能力极强的床榻，而这也保证了自己会拥有充足的休息空间，即使老婆孩子一同过来探望自己也足够。熊哥选择将床榻搭建的这么高，也是出于最大程度上利用空间的考虑。毕竟床下的宽大位置可以收藏足够多的东西。转眼时间已到了中午，熊哥吃了米饭和小鱼干补充体力，搭建的工作还需要继续。别看熊哥现在打造起墙壁来很是顺手，其实在决定要进行砖房的建造之前，自己也是进行了大量的设计与练习的，否则又有哪一个人可以直接上手就会呢？这也是为什么只建造15平方大小的空间原因所在。如果直接进行翻盖高大的房屋，可能自己的技术压根就不足以支撑，这样不但浪费自己的钱财，并且建成以后要是坍塌了，自己也很有可能就交代在这里了。又到了该喂食牲畜晚饭的时间了，熊哥要尽早将它们全部喂完，因为自己待会还要继续工作，直到黑夜完全降临。老黄牛也到了该补充盐水的时候，这整整一大盆可以支撑母子度过1个星期的时间。将黄牛牵回牛棚，而自己也要继续回到工地干活。如今4面墙的高度都已超过了自己的胸膛，从当初的一堆土坡到现在的墙壁耸立，熊哥独自一人真的是付出了足够多的努力。随着东方太阳再次升起，熊哥又会在这里花费整整1天的时间，收拾整理一下毛竹。现在墙壁的高度决定了无法继续站在地面上进行接下来的工作，他必须要开始搭建出便于站立和堆放物料的脚手架，用短的毛竹拼接出支撑的框架。为了让其足够坚固，劈砍出带有突出部分的一头，然后用铁钉进行2次固定，这样只需要将其摆放在下方，就足够的支撑起整个平面。然后再挑选6根足够长度的，进行平行的摆放和捆扎，这样所形成的平面足够宽敞，也足以保障接下来墙壁搭建工作的顺畅。这脚手架虽然看上去比较简单，但也足足花费了熊哥2个小时的时间。前后两侧的脚手架已经搭建完成，接下来就是物料的准备，将砖头运送过来，隔上一小段距离就要摆放上一堆。熊哥要在中午之前尽量多准备一些，因为今天熊哥已经从山下雇佣了1名小工，他是一名专业的建筑工人，距离小工的到来还有一些时间，抓紧喂食牲畜，搅拌好充足的水泥。小伙子按时到来了，别看年纪小，但他却十足的专业，从他熟练的手法上就可以看出，并且搭建的速度也是非常快。按照目前的进度，很可能1个下午的时间，小哥和熊哥就可将4面墙壁彻底完成。其实熊哥选他并不完全是看技术，最主要是他只收取200万越南盾1天的费用，技术好速度快，完全是熊哥无意中捡到了宝。不过专业的他就是不一样，仅仅2个小时的进程就几乎赶上熊哥1整天。等到时间快要结束，两人已将1个门框和3个窗户彻底打造完成。然而为了安全起见，熊哥还是让小哥提前下了山，毕竟第一次来到这里，崎岖的山路和复杂的路况小哥都不熟悉，万一出现什么意外，本来是热心的帮助，就会演变成另外一种悲剧。不过经过小哥这半天的帮忙，房屋的整体搭建进程有了质的飞跃。现在熊哥正在进行工作的收尾，因为往后的几天时间可能就不会再进行房屋的搭建工作。越南传统春节即将来临，即使是自己一个人在这野外，但过年的仪式还是必须要有的。然而熊哥会准备如何度过呢？再次将1公1母的野猪圈养在一起，他们要为生产下一代野猪幼崽而努力。曾经的一位友人利用春节假期来农庄参观，而对于越南的传统春节又是如何度过的呢？今天是大年29，越南传统春节的前一天，店铺也都挂起了鲜艳的旗帜。熊哥来到了最近的城镇，他要购买制作粽子的材料，这也是自己独自一人在荒野迎接新一年到来的方式，购买1袋糯米。不过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和谐的画面出现？熊哥还穿着人字拖，而这位村花老板娘却已经穿上了羽绒服，这是她自己经营的肉铺，所有的宰杀都是她一个人亲力亲为，因为她老公早就和别人跑了。熊哥提着猪肉还要去购买一些别的原材料，街边各种卡通形象的气球也为春节增添了几分喜庆。再次回到农庄，所有的材料都已备齐，在盆中注满甘甜的山泉。制作粽子的糯米要提前进行清洗，当然洗出来的米水熊哥不会随手倒掉，而是搜集起来用于猪食的制作。一包去了皮的绿豆，先让它完全泡开，才能在包裹做馅的时候更容易蒸熟。不过糯米和绿豆的浸泡还需要很长的时间，熊哥还要去搜集一些包粽子用到的树叶，这种植物在大山中很容易寻找。停下摩托车，路边的香蕉林往往都会生长很多，只不过要找到大小合适的，还需要多费上一些力气。叶子太大的会有异样的味道，
叶子太小的又无法满足自己的需求，幸好可供选择的还比较多。熊哥采集了整整3捆，他不但要制作足够自己吃的，并且还要为老婆和孩子也准备上一些，这样独自带着孩子的老婆在这个春节就可以轻松许多。一片一片的清洗干净，将毛竹切割成细丝当做捆绑的绳索，拿出从王寡妇那买回来的新鲜猪肉。当然想要让粽子好吃，必须要选用肥瘦相间的部分。这段时间农场又孵化出了几只小鸡，单独隔离开来饲养，才能保证它们更好的成长。切好的肉片先调理好底味，拿出已经泡好的绿豆和糯米，越南当地的传统粽子。正式进入操作的环节，可能国内用芦苇包的大家不会，但熊哥用的方法你一定会觉得更难。先将4片树叶剪成相同的长度，然后选一边进行对折，让其形成立体的一角，剩下的3片也是同样，最后再相互叠加到一起，这样便形成一个被打开了的纸盒形状。将糯米铺入其中，摊平打底，上面再撒上一层绿豆，腌制入味的猪肉片当作中心，用绿豆覆盖，最后再用糯米收尾，包裹好最上层的叶子，用竹条捆扎。这样一个4方4正咸甜口味的大肉粽就已制作完成，一顿只需吃上一个就能够有饱腹的感觉。相同的方法持续制作，熊哥在天黑之前就已制作出了6个酷似炸药包一样的大肉粽。当然熊哥也会展示另外一种简单的制作方式，我将它命名为卷煎饼，直接将所有的材料填充在中间，先包裹住两边，再对折好两头。虽然方法简单，但就是比较费绳子，周身必须全部缠紧，否则在蒸煮的时候里面的馅料就很可能会外漏。整整一大锅，熊哥将它们按照顺序摆放好，加上山泉，这样蒸煮需要持续整整1夜。森林的天空已经逐渐昏暗，气温随着太阳的落山也越来越冷。不过有着火堆和烤串，除了会有些孤独，其他的一切都还好。躺在庇护所的黑猪妈妈貌似已经承包下所有幼崽的喂奶工作，她是非常尽责的母亲。随着一声声鸡鸣声叫起，时间已正式的来到春节。肉粽经过1夜的蒸煮都已熟透，全部拿出放凉。已经等不及的熊哥优先打开了一个，他想尽快感受一下新春的喜悦，用4条竹线均匀铺在上方，然后倒立放入竹盘，只需要2头共同向着中间对折，被平均分割开来的肉粽就可大饱口福。现在这个时刻，就算是熊哥在农庄中度过春节了。当然乖乖和小黑也都分到了礼物，不过现在还太烫，他们要再等一会才能尽情的品尝。剩下的粽子熊哥全都收藏了起来，这是明天回家探亲所要携带的礼物。大年初1如约而至，小野猪们都在忙于吃着早餐。今天熊哥就要准备下山了，临行前为农庄中的所有牲畜准备一顿丰盛的年夜饭，让他们尽数吃饱，自己才能安心的离开。一整棵香蕉树干全部切碎，满满一大锅，至少需要蒸煮1个小时。所有的鸡群鸭群都已迫不及待，一盆脱粒的玉米就是他们过节的礼物了。摩托车的声响不断的靠近，熊哥看见了许久未见的友人，他是一名建筑工人，利用春节假期特意来拜访熊哥。熊哥也带着他参观了自己新搭建的住房。然而老哥更感兴趣的还是位于坡下的农庄，他们交谈了很多。野猪群对陌生人的到来展现出了警惕，老哥不敢靠近。等到熊哥将成年猪全都关进了猪圈中，他才放心参观了起来。熊哥将1公1母的成年野猪关在了一起，他们也到了要继续为农庄创造第2胎野猪幼崽的时候。少年期的小野猪现在已经越长越大了，他们和熊哥更加的亲近，毕竟熊哥扮演的一直都是奶爸的角色。熊哥向老哥介绍了很多野猪养殖的经验，而老哥的眼中也是充满了向往。时间已经不早了，熊哥决定跟随老哥一同下山，他还要给家里的老婆孩子购买更多的新年礼物。热闹的集市人来人往，熊哥在寻找自己心仪的东西。他很想买上一束花，但是害羞内敛的性格还是让自己抑制住了冲动，还是来点实际的吧。为他们购买几身新衣服最为合适，漂亮的小裙子是自己一直都想买给女儿的礼物。熊哥仔细的挑选，最终选定带有小熊饰品的这一套，这可真是粉碎了老夫的少女心啊！随意到处逛逛，街面上琳琅满目的商品各具特色，和小编小时候过年的场景差不多。各种奇异的水果，可能只有在越南才会有吧。当然过年期间家中装饰的物品，熊哥也买上了一大堆。这满满的一袋子，不但可以让家中增添氛围，里面的鞭炮也可以给孩子带来足够的快乐。这就是熊哥朴素平淡但却很幸福的春节。